Hello，大家好，我是高文，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交易所的 ETF 到底是什么，对派币的交易将来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之前内容提到过将来不要把派币一下全部转到交易所？最后聊一下国务院政策的事情，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文目前主要跟进派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别忘了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ETF 和杠杆 ETF。ETF 全称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指数基金，兼具股票开放式指数基金及封闭式指数基金的优势和特色，是高效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比如2月份多伦多交易所上市的全球首支比特币 ETF， 就是可以让你在不持有比特币的情况下，达到投资比特币的目的。而各个加密货币交易所也开始从传统金融圈借鉴此类机制，引入杠杆 ETF 衍生产品，并且超速壮大。在无监管审核的背景下，交易所自研自审自发的金融衍生品和资产标的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对比的看，港股市场在引入杠杆 ETF 后，用了2年的时间才上线了18只杠杆 ETF 产品，而加密货币交易所在2020年初，也就是去年，抹茶等3个交易所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发行了76只杠杆 ETF。 在市场宣传中，这些交易所把永不爆仓作为杠杆 ETF 的宣传亮点。在传统金融市场中， ETF 往往代表着一揽子股票的投资组合，通常由公募基金发行，风险偏低。而杠杆 ETF 完全不同，由于它追踪的是日收益率，因此杠杆 ETF 单位净值每天都会波动，计算收益率的方式也会变得不固定。震荡行情下，杠杆 ETF 可能会亏损严重。举例来说的话，假设投资者 A 和 B 在比特币1万美元时分别买入了比特币现货和比特币3倍做多，在交易的第一天，比特币暴跌 20%， 那么 A 将亏损 20%， B 则会亏损 60%，因为它加了3倍的杠杆嘛。这时候再平衡机制会把它仓位调至4000美元。如果第二天比特币反弹 20%， 收于9600美元，那么 A 仅亏损 4%， B 通过放大反弹倍数实现了 60% 的上涨收益，但只能将其仓位从4000美元上调至6400美元，2天累计跌幅达到 36%。 所以尽管杠杆 ETF 所谓的永不爆仓是交易所宣传的，但在极端震荡行情下，长期持有杠杆 ETF 会存在价格趋近于归零的风险。在传统金融市场中，交易所对于投资者的资质会提出要求，只有获得许可的投资者才可以投资这类产品。然而加密货币交易所目前并没有这种要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杠杆 ETF 对将来的派币交易可能会有哪些影响。了解了刚才的 ETF 和杠杆 ETF 概念，再看这种机制对于派交易的影响。如果说是完整的做空机制，其实对于价格是有利的，能够降低市场的波动性，避免市场被恶意操控造成的非理性繁荣，提供市场流动性。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加密货币市场中，交易所自己的杠杆 ETF 是没有监管审查机制的，这点是很可怕的。当你为了中心化交易所的奖励，把自己辛苦挖到的派币转入到交易所的地址，交易所就有了筹码，紧接着会上杠杆。如果说是和股市一样的完整做空机制，其实也没有什么。然而交易所的做空机制，它的不完整性就会有可能造成砸盘的可能性。其实哪怕就是单纯的现货，我们可以抱着最坏的心思揣测下，交易所在预期可以的情况下，
会不会动了你的币，高价卖出，然后低价抄入？你的币没有少，交易所赚了，然而币价呢？那肯定是会掉下来了。所以长时间持币才会是主要的方式，而且是放在自己的钱包里，而不是一下子全都转到了交易所的地址，仅仅为了所谓的交易所新币转入的奖励，送出大量不必要的筹码，这是不理智的。所以你的原则是什么呢？是长期持有，参与派生态，还是抛出一笔就撤退？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去熟悉各种应用的操作了，省得到时候两眼一抹黑。无论是 DeFi 还是 NFT 或者去中心化交易所，这是现阶段生态中的成品，也是趋势，在派生态中也是一定会有的。先把这部分熟悉起来，然后就可以做自己的实体经济对接前期准备，社区也好，产品也好，资源也好，都可以先准备起来。等到 Pi Network 上线相关生态，有了之前的熟悉，就算是有新类型的 DAPP， 稍微探索一下就可以直接轻车熟路的操作了。然后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国务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它有一个最新发生。本来我是在这儿准备是聊一下5月19号的行情和之后的行情大势的，结果突然有消息显示国务院的最新发声，它的发声是这样的：强化平台企业金融活动监管，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对于政策的理解其实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什么都不想的会认为币圈完蛋了，对吧？然后炒币的会说配合利空消息吸筹。那接下来我来谈一下我个人对于这个发生的一个观点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消息的核心内容。第一，强化监管，它是针对交易平台的政策，主要是意在规范交易平台的资质和各项操作，这点长远的看其实是有好处的。而且主要还是承接的5月19号的那条消息，在这儿先不多说。接下来，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个人认为此项针对的是比特币挖矿的高耗能问题和实体经济的一个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宏观上是必须要考虑的。高耗能不利于现实世界的长远发展，而实体经济作为现实世界中重要的一个经济承载，同样是不能够出问题的。随着加密货币资产不断被宣传，如果让二级炒作市场持续滋生泡沫，对于实体经济是有打击的。所以就像之前提过的币圈终将结束野蛮生长这个观点，将来不再会只是靠炒作，赋予实体经济推动力将会是加密数字资产的一个方向。但是高文还是认为加密数字资产将会是未来的世界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这次的政策对于还未映射主网的 Pi Network 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指明了未来的方向。至于对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期结合5月19号的行情一起去聊一聊。接下来发布寻找高稳活动线索8，这第8条线索就是2016年到2018年。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欢迎大家关注混沌界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我高稳社群，加入微信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互相交流借鉴，共同进步。也可以扫描屏幕电报群的2维码加入电报群。还没有订阅我的，抓紧来一波3连支持一下吧。如果你想了解熟悉交易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说明区和评论区有注册链接。下期我们可以结合5月19号的行情和2次政策的消息，一起来解读一下币圈未来的大方向。我是高稳，下期再见吧，拜拜。